来吧，新重图！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一套战损版配色的擎天柱和威震天的套装。别看这个盒子并不大，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边竟然是一个套装，装了2个人物，但是它厚度很厚啊。这边是擎天柱的一个实物照片，这边是威震天的。背后这里2个人在水坝大战时候的一个名场景吧。配件方面来说，因为2个角色嘛，本身每个角色的配件就够多了，这回放在了一起，那配件量也是很丰富了。替换手型、武器，这边是威震天后续的那一兜配件包都有带，而且都有做这种脏旧的涂装效果。纸品方面自然会带2个人的2份说明书了，真的太脏了。其实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吃这一套，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30的那个味儿。这一回不论是擎天柱和威震天啊，感觉就跟垃圾堆里边爬出来的一样，要的就是这个味儿啊！全身上下几乎所有的板件都有这种自洗的效果啊，以及烟熏一样的这样涂装。尤其老威啊，他脏的可以的，都看不出来底子是个什么色儿的，身上的这种锈蚀感很真实，不会说那个银漆。在银漆上面就是拿那个自洗洗出来的效果，它这个就像是喷完了以后像是熏上去的，包括这条手臂上面还有这个扫出来的划痕质感，身上的伤疤感，以及多年的战争啊，机油在身上风化了以后干上去的那种感觉，很带劲。再加上这个臂炮的这种磨损效果，边缘它把那个黑漆像是磨掉了以后露出来里边的金属色，但其实是反过来，它底子是个黑的，上边然后喷的扫上去的这种金属粉，哇，非常带感，真的不错啊。而腿内侧这里的塑料板件，灰色的板件上面也是扫出来的这种划痕，质感做的真的好。而这些泥泞点颗粒感，这个枪管上边就是开炮开枪过多了以后，这个枪管过热以后烧出来的，在这个夹缝中间烧出来的那种锈蚀，这种划痕和脏污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老威的质感做的我总觉得会比柱子更明显一些，但是柱子涂出来是好看，本身的底色红蓝这个对比度相当明显的一个颜色上面再旧化，用这种偏橘黄一点的锈色喷上去以后，尤其这个袖口这块的过渡的感觉做的也很好。你看像边缘夹角这个就非常符合现实中的一些边缘夹角，这地方会磨损的特别严重，看这些尖锐的地方。还有就是进气格栅这个地方一看就是汽车啊在开的行驶过程中经常撞到一些小飞虫，在高速路上尤其开完了以后下来啊，前脸的这一块会特别的脏，都是那种小虫子苍蝇撞上去的那种尸体爆浆出来以后的脏污。腿部这处的划痕也是在边缘的这些地方，非常真实的感觉，效果很可以啊。背后的这个背包啊，这一看就是被那个横炮的飞行背包带的时间长了熏的。口罩中间的夹角位置也有脏脏的刻画，头盔的侧面风尘仆仆的一个柱子，就是这种旧化涂装的效果，非常非常废土朋克的味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吃这种设定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喜欢后来30的一些脏污涂装。其实有很多的玩家不喜欢30的那种风格啊。之前我还看评论区里边有朋友们说喜欢那种崭新的漆面亮亮的质感，而这种我觉得会更有一些真实的代入感吧。其实现在啊 NA 的这条线真的非常适合收藏，你不要去变它，你就摆成伪装形态或者人形，我觉得像摆人形会更多一些吧。你这样去摆成一个拿个亚克力的透明罩子再把它罩起来啊，这个太棒了。但是呢，太可惜的就是出的角色太少了呀。现在唯一出过的就是脏旧版的红蜘蛛，现在出来了威震天擎天柱的套装，后边听说还有大黄蜂飞过山这些，但是后面可能再就没有了。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哪怕18子13户，后续的角色先不要，就 NA 现在已经出了的这些模具啊，你已经冲突这么多了，能不能把每一个角色都做这种脏旧感，然后咵嚓，对吧？摆2个阵营出来，这放一块这才有这。当然，这个质感上面这个橙色的帽就显得非常突兀了，必须得摘掉啊。枪的准心这里也调一下位置。哎呀，这回味儿才对了，而且打上光以后，灯光照射出来的高光位置，又把那些脏旧的油污层次，这个涂装颜色的层次非常的好看。老威不好看的地方在哪儿？这回老威用的是新模具，就是后来加装了新裤衩的模具，所以呢，裤衩拉高了以后啊，这一块里边的这个稍微韧一些的材质的这个关节会暴露出来，虽然在这个腿部关节上面也有这个脏污效果的一点点涂装，但毕竟和大腿上边有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啊，色差很明显，而且钉钉这里会露出来，所以老威呢，你要不就露着点腰子，要不就露着一点裆，总是差了一点点啊，不好看的，就这一点暴露的很出戏，藏呢也藏不起来。比最早刚出来的时候那个裤衩要还原很多了，但整体来说，这个威震天的涂装质感是真的好看，真的不错，太喜欢了。柱子呢也是用了后续的新模具，胳膊这里的肘部关节可以曲臂往上折了，变形也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了。打开领导模块舱，这里边的领导模块也做旧了，好脏的一个领导模块啊！柱子从哪儿捡回来的？不像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啊！真的要是一个传承品，应该每天仔细擦洗一下吧。又或者说，柱子每天奔走于各场战斗之中，疏于对领导模块的打理，就导致了这个窗户里边啊透过去的风脏污已经锈蚀的把这个领导模块也弄得锈迹斑斑。但是很真实，我就喜欢这种脏旧涂装涂出来以后的这种味儿，太浓了，很废土，很朋克。这个风格我觉得不能说被所有的玩家所接受吧，也确实有这么一帮爱好的人，我个人就是其中之一啊。你要真的比起来，千直链的那种崭新感和30的那种脏污感，我会更吃30这一套。那人形我们这2款看的差不多了，来把它俩变成伪装形态对比一下。首先擎天柱的这辆车，这个脏涂装的效果啊也是很不错，尤其车前脸的这一块也是很有质感的，有保险杠，刚才我们说的进气格栅这里会有那种小虫子啊，撞上去不揪一下爆浆，还有这2个烟囱熏出来的这种感觉，轮毂更是轮胎这些泥泞感，包括溅到油箱上面的泥点子，甚至它这个玻璃都是乌漆麻糊的，没有擦的那么亮的感觉啊，玻璃都很久没人擦，真是不错呀。让人更惊叹的就是这把风尘仆仆的 P38 了，就像是什么从2战那个年代的拿出来的那种古董枪，甚至有一种现在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刷到的那种就是修复古董的那种视频，大家不知道看过没有？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现在他要修复一把1943年的瓦尔特 P38， 就那种感觉，哇，这个锈道可以的。尤其你看这个前边的消音器加长的这一节，金属的质感，这种光泽，它其实涂了很多的分层。仔细看上面有黄铜色、银白色、底色，它不是说那种很简单的就拿个刷子擦一扫就完事儿了，它扫得很细。你看仔细对着这些纹理来看，它是一遍一遍的一点一点的扫出来的。枪托的部分质感工艺也相当有味啊，这还一道一道的。相比较来说啊，就单从老威和擎天柱的这2款伪装形态，我觉得老威会更胜一筹。在脏旧的这一块涂装的处理效果，老威绝对质感牛逼啊，无敌。这一套
这种脏涂装啊不适合去变形，因为刚才在变形把玩的过程中，我也实际感受到了卡扣的一个紧度。因为漆面做厚了，它在一些轴转动的时候会特别的紧，卡扣插起来呢也是很不方便的。非常出名的卡扣就是小腿翻开这一块盖板的时候，它这里的一个插扣啊是一个倒钩，这钩子在没有涂装的情况下就已经卡得很紧了，这回再加上漆面以后会更加的难往开掰一点。所以其实啊这一个系列非常不适合把玩，再一个你手上来回盘它，你肯定也舍不得。好看就好看在这一身漆面上边了，如果是因为把玩太多导致这个漆面磨损，那就得不偿失了。更多的还是人形的战狮摆放，就是说把它当成一个收藏品吧。总的来说啊，我真的非常希望 NA 能把这整个的一个系列铺开了做，而不是只出一个高人气的角色。可能说起来啊，这个脏旧涂装确实也是不好做，挺费成本的。估计喜欢这种风格的也是在重涂领域里边更小的一部分圈子了，所以 NA 也不敢多做，可能也只是为了拿这几个先做出来试试水，探探玩家这个口风如何吧。但我个人来说呢，真的非常喜欢这些脏旧涂装，质感做的也有，很对味儿。其实这两款啊是要比上一次的那个红蜘蛛做的还好的。红蜘蛛的那个官图效果和后来实物的效果其实有一些出入，虽然说第一次拿到挺震撼的吧，看起来也不错，但是凡事你不能比。你真要是拿这两款的最终涂装效果，实物大货的这个做旧效果，你跟红蜘蛛去比，红蜘蛛那就涂的就不叫玩意儿了，但这两款涂的是真的精干，可以用精干二字来形容，足见我对这个涂装系列的喜爱啊。啥时候能把所有的角色都做一遍，摆在收藏架里边，我非得弄个亚克力盖子给它扣上。